嗨，大家好，我是一支90毫米光圈2.8的微距镜头。无论拍摄题材是风景还是人像，大家都很难想到我。微距摄影偏小众，知道我的好的人自然不多。金属机身质感很好，而且也不重，去掉了遮光罩，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大了。对焦环是很复古的菱格纹，景深尺运用了橘、蓝、白3种颜色的刻字，颜值还是有的。说这么多，那你到底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先从人像开始吧。我想首先来一张特别梦幻、背景特别模糊的那种。妹子也并非张张都需要1.4的大光圈，只要让背景远离模特，2.8也可以拍出模糊的背景，让人物更突出。这些效果还不赖吧？对比起这张徕卡90毫米光圈2.0的 M 镜头拍摄的照片，也毫不逊色。我还想要一张街拍，就像时尚博主酷酷的那种。时尚街拍需要抓住模特走动时的姿态，有让时间静止的能力。打开眼控对焦，一定可以抓住模特最美的一刻。另外，90毫米的视角会让画面更有质感。街拍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抓住精彩的瞬间，你可以做到吗？90毫米可以远远的拍，不会打扰被拍摄的对象，更容易捕捉到自然的神态。还记得我的好哥们28毫米吗？用它街拍时得怼人脸上。相较而言，我不仅让你优雅的在一旁捕捉无数精彩的瞬间，还因为我电影般的视角，为你的照片赋予了更多的故事感。我想拍一张美妆博主那样的精致特写，要妆容都很清晰的那种，你可以做到吗？我这里有一支口红推广要拍，但是我预算有限，这支广告要拍得很漂亮，不知道你可以帮我拍好它吗？那就需要用到微距功能啦。微距对灯的要求相对更低，还可以只用局部模特，很多时候是弥补预算不足的一种方法。另外，90毫米这个焦段也很适合拍摄实物或产品的照片。90毫米这个焦段平时不常用到，大部分这个焦段的镜头体积并不适合扫街，但这个焦段给予的视角天生有一种魔力，它让喧闹的生活变得安静，让平淡的画面充满了故事感。穿过镜片，你看到的不再是生活中的琐碎，而是生活里的生机勃勃。带上我一起去感受你的生活吧，说不定你会爱上我。那关于90毫米这支镜头呢，它有一些缺点，我们在之前的片段里面并没有告诉大家，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虽然我们真的非常喜欢它，但是大家也要考虑，就是这些缺点你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这些缺点会不会成为你拍摄时候的很大的阻力。
第一个呢就是对焦，因为它有3段式对焦，一段呢是微距对焦，一段呢是正常距离对焦，一段呢是全焦距对焦。如果你把对焦放在全焦距对焦的话，拍照片的时候 OK， 但是拍视频的时候，它的那个拉风箱的那个问题就会比较严重一点。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使用的话，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最好把它放在你要对焦的范围。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的光圈的问题，它可以作为一枚人像镜，但是大部分朋友购买人像镜是希望有大光圈的。虽然它的景深拍起来前景深的时候，郊外也是很柔美的，但是如果在暗光环境下来使用的话，它的这个光圈就会比较吃力一点，因为它的光圈只有2.8。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你想用它来拍人像的话，就尽量在光线足够的情况下去拍摄好了。第3点呢，就是关于自带防抖的。照片是完全可用，但是如果你拍摄视频的话，我建议你关掉。如果你不关掉的话，后期的陀螺仪稳定的那个功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就是 Sony 它本身的那个软件的那个校正功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我觉得你用陀螺仪稳定得出来的片子的那个稳定度是比开启它的这个镜头自带的这个稳定是要好很多的。反正就是今天我们整个拍摄就是格外的顺利，出片率也超级高，就是我们拍的就是外拍我觉得是最顺利的，而且天气非常好。对，就是整个过程都很顺利，所以我深深的被种草的就是长焦这个焦段的这个镜头，所以我准备入一支85毫米的。但是具体入哪一支呢？就是再观望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折扣之类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给个1键3连，这个真的对我们很重要，拜托啦！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频道一直以来的喜爱，以及对我们频道内容的建议和意见。我们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对器材的喜好，还有我们拍摄的一些心得。非常开心在这里交到了不少的同好之人。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把节目做下去，也希望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的话，就尽量在评论或者弹幕告诉我们。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做视频的最大动力。那谢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拜拜。